你能弄到钱，你上不上学这事儿本来就无所谓。我的想法是我找不到工作还可以去跑滴滴，我可以打一天飞机大厨，打得我整个右手都要酸掉。而且我是一个相对来说就是一个脸皮很厚的人，就是我是那种你不骂到我脸上我就全当没发生的人。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要肾永驻，但是大家都在肾永驻，那我也肾下永驻。我是个学术混子，这场采访做完我可能也再回不去做学术。所谓的出人头地，没有出人头地啊，你不是还是得上班工作？首先我不是很喜欢他的这个说法哦，只要改善就业就行了，对吧？你为什么要怪文科？难道不应该怪就业市场不好吗？没有规划，坚决躺平，松弛随性，爱好优先。奉行的哲学是人生计划就是没有计划。这些你怎么看都没法和一个10年前通过高考考上北大，又到东大读了个修士的人联系在一起。他甚至觉得北大和东大这些名校光环并不重要，目前也只是做着和专业毫不相关的普通工作。让我们一起走进在日本生活了5年，别人眼中的天之骄子田先生的访谈。从东大毕业嘛，对不对？然后在日本找了一个很普通的一个工作。通常我们可能在国内的思考是这样子的，我是北大的，我一定要混出个名堂来。我觉得可能没有人会真的这么想。比如说，首先大家觉得你是哪个学校毕业就觉得你很了不起，怎么样？我觉得不太一定，大家不一定都是抱着这样的一个心情去看待你。其次，落实到工作上来说的话，我觉得不同的工作有不同的需求。他不会因为你是哪儿毕业的就会对你的工作要求不一样，然后把你放到这儿，他还是会更加直接审视着你的工作能力，或者说你跟这个岗位所需求的这样的能力是否匹配。然后这个头衔呢，可能只是一个就是噱头吧，就是你干得好了，他可能会说不愧是，你干得不好，意义就这还是。就是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你是哪个学校或者说所谓的这种名校毕业，可能双面性会有一点。然后我个人来说的话，我也没有觉得它是一个真正的所谓的要出人头地。中国我们有很多古话都是来形容这个，出人头地也好，天之骄子也好，有非常多的词来形容。有一些市啊或者县或者学校，有人考上清华北大这些学校，他们都会挂那种横幅来大肆宣扬。需求不一样吧？比如说如果站在教育界层面，对吧？你们学校出了一个这种公认的一个好学生，那自然作为我们学校来说是一个很好的宣传点，他一定会大肆宣扬。作为地方乡镇来说的话，这也是我们教育底下杰出的一个硕大的这样的一个成果。那它作为自己的一个重要的教育结果，它一定也需要宣传。但是我觉得落到本人个人来说的话，也并不是说你考上这个学校，你的人生就可以彻底的不干活了，对吧？你就是每年拿到国家高薪补贴。那我觉得这种如果可以这样子的话，我觉得算是非常让人享受天之骄子的这个称谓了。但实际上就是你拿到这个学位，你还是得上班。你还是得工作呀，所谓的出人头地，没有出人头地啊，你不是还是得上班工作？这还是普通人，无非是学校好了一点而已。对，但是可能就是你在找工作的时候，尤其是刚毕业找工作的时候，大家看到你这个学校的 title 可能会更加赋予你一些工作能力吧。那你既然是北大出来的，或者说你既然是清华出来的，那你可能工作能力也不错，或者怎么样，他可能会，或者至少默认你可能就是现在哪怕你没有展现出相对的专业素养，那他觉得你的学习能力可能会不错，他可能就会产生这样的一些概念。我觉得第一方面是这边公司缺人，他可能就需要人，他在需要人的时候，他怎么都能看得上你。然后我觉得肯定是跟学历有关系，这是毋庸置疑的。学历还是学校？好答案，学校有关系，对。然后看你面试的时候也是符合他们公司的这样的一个人物画像。工作了以后还会去想很多之前研究的事情，还是完全就抛掉了本科和硕士的这个。你是说那种午夜梦回的时候，突然想到自己当年在测绘的时候留下我好想思念的泪水。对，我好想去这个现场再去看一下，可是天天就对着这些高楼大厦的。不会，我有现实的生活要烦恼，不太会。可能我个人吧，是属于一个比较优先考虑当下问题的人。然后我的生活也是一地鸡毛，我有优先的问题需要解决。而且就我个人来说的话，我也不是那种非常能够长期做一件事情的人吧。我觉得可能做上几年，我可能就腻了。就真是不想干。对日本腻了吗？还是越来越喜欢这个？还真是有点腻了，还真是有点腻了。实不相瞒，是有一点腻了。具体的，比如吃的对，绝对会吃腻。对，绝对会吃腻。就是有一种感觉，去的超市都没有一些更新菜种，感觉怎么还是这些菜，已经不知道买什么做什么。我现在跟你聊下来就虽然你看你顶着这么多的光环，我感觉你是很随性、很聚焦在当下的一个人。谢谢美化。和传统的我们理解成北大的学霸、东大的学霸完全不一样。
又给学校抹黑。高中的阶段或者读书的阶段也是这么随性吗？就这么容易的就嘻嘻哈哈就上了这2个这么世界顶级的名校吧？我觉得可能嘻嘻哈哈只是我处理所有事情的一个态度。就我不是一个特别能严肃看待任何事情的人，就是反正我本人就是一个嬉皮笑脸的这样的一个人，这是我的一个个人性格。我可能做很多事情的时候，我是打心眼里觉得有的时候我考虑太久太远没有用。比如说我坐在这边，我对自己进行了5年规划、10年规划，然后我个人能力又实在是有限，然后我对我自己的认知也非常清楚，就是我是一个经常会闭眼的人，然后我对这个世界的认知也是他的这个世界的运转不以我的意志为转移，它给我造成的伤害也非我个人可以不是伤害了，就这个世界给我造成的影响也非我自己就是我可以完全抵抗得了的。往远考虑太多，我有的时候觉得我去考虑也没用。你那一般做规划最长你会做到多远？就最多做到今年年底。1年的规划对你来说就是长期规划？有一点了。不论是生活上或者职场上，甚至人生的终极目标上，都不会去 care， 就很多事情就是我只关注当下。我的能力就只够我关注到当下，我不考虑后来的事情。我可能最多考虑个什么保险吧，养老保险啊、重疾险啊这些。除了这些之外，我不考虑。这怎么考虑啊？你在4-5年生活下来，你觉得日本这个整体这个社会是不是最适合你这个性格在这边生活的？我现在觉得还可以，就跟我目前的状态还 OK。还 OK。就是我虽然对它有点腻了，但是我客观来说，我觉得这个环境对我来说还行，因为我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 I 的人，别人不烦我是我最喜欢的一个状态。而且我是一个相对来说就是一个脸皮很厚的人，就是我不太 care 别人的眼光，所以日本社会的这种小压力，对我感受不到。这个条条框框的规则，这种边界，这种冷漠，反而是你非常喜欢的这种就是我是那种你不骂到我脸上，我就全当没发生的人。但是日本人又不喜欢直接把话骂到别人脸上。叫秋多一。虽然你说你不做长期规划，但真的就没有感觉到说整个日本社会从22年到现在有的整个变化，不论从这个外国人政策也好，汇率也好，物价也在涨，还能忍吧？咬咬牙看一看，对吧？说不定就到底了，触底会反弹呀，对吧？你觉得你能看到10年之后的自己还在日本生活吗？什么都看不见，10年之后在哪儿我真是不知道。可是你刚刚又说了，也没有比日本更适合你的地方了。这也只是现在，对吧？那你比如说过2天开始挨家挨户查户口了，对吧？我给你开始搞封杀了，或者说申请永住直接被挂了，那我肯定也会考虑一下，那现在永住申请没申请上，那我下一步该去哪儿？那我肯定也会按照自己当下的情况去做变化。但是现在的我确实是很难说10年之后在哪儿，我真是不知道。永住下不下跟10年之后在哪儿有特别大的关系吗？这也是非常目光短视的原因，就是因为我现阶段的一个拖延的死线就是这个永住。永住到了就是我的 deadline 到了，那个时候我就要考虑我下一步该干嘛了。不到那一步，我是绝对不会去考虑我将来我拿到永住之后到底是留在日本还是会离开。永住为什么对你来说那么重要呢？它就像你上学一样，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上学，但是因为大家都在上学，所以我就上学。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要申永住，但是大家都在申永住，那我也申一下永住。这个跟你那个刚刚很理性的那一套，又是完全不相关的。就比如说，因为我没有什么想干的事情，我不知道你懂不懂这一点。就是我也不想努力赚大钱，压力越大，风险越大，责任越大，亏损越大。我也很累了，刚上学的时候那种能干很多事情，然后体力很丰沛的这种我也不是了。这几年的状态也进入到一个就是喜欢玩、喜欢休息的状态，各种游戏啊、小游戏啊，然后我还喜欢画画，然后我还喜欢打扫卫生，我还喜欢做饭，然后还喜欢旅游，我还喜欢看剧、刷剧。这种非常无聊的这种生活很开心。你这个状态会经常变化吗？就比如说刚上大学的时候，其实上不是这个状态。我上大学都肯定不是这样的状态，我上大学反而比我现在要忙多了。我上大学有很多事情要做，还会做一些外快，挣一些外快。那在东大上修诗的时候呢？渐渐放空。渐渐放空。对。有出去打工补贴生活吗？稍有体验。纯粹是为了体验型打工。也是为了钱了但最后发现真是辛苦呀，不行，这个钱太难赚。我不知道你懂不懂这种感觉，你只是想做些事情，但是你做的事情内容对象变了。我现在是很愿意，就是很积极主动的打游戏，我可以打1天飞机大厨，打得我整个右手都要酸掉。单纯的就是想玩。对，30左右的这个人生，很多人说是最美好的年纪，最应该去奋斗的年纪，你去这个放纵自己这算放纵吗？我给飞机大厨贡献了多少我的体力？但是从世俗的眼光来说，它就是放纵我觉得可能我一直以来就不是一个，我还真不知道该怎么解释，我没那感觉，我没感觉说我30多岁该奋斗，我从来没觉得我什么时候该奋斗。
我觉得我最大的责任就是不要对别人造成太大的伤害就行，就不要犯法就可以。人生到世上走一趟，我自己开心就好。好消极的说法，但是是对的。我觉得是有这样的感受。我没有说是我必须要在什么时候做到什么事情，没有。我可能我自己有一个底线，就比如说我钱花完，我可能要去赚钱了，但是我钱没花完的时候，我就先不着急。你能很有底气的说出这个话，是因为你的背景。哎，我先反正玩，我钱不够了，我就随时去这个，我也不可能失业，我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大部分普通人来说，他可能想这么干，他干不了，他得为生计发愁。我是在想的是，就是大家不会觉得找不到工作跑滴滴是个很惨的事情吗？我的想法是我找不到工作还可以去跑滴滴。可是滴滴的确就是一个很辛苦的工作啊。上班都很辛苦了，没有不辛苦的上班了。不管做什么工作都很难受。可能大家会有一些家庭的责任或者怎么样，我觉得我的目前的生存压力是只要养活我一个人就可以了。北大的本科，我是16年入学，选的这个专业是考古的专业，这个是为了北大这个招牌呢，还是一个高考算投档的策略？我是比较喜欢这个东西。我当时高中的时候还参加了那个北大那个时候还有自主招生嘛，然后它有一个各种学科夏令营，不同的夏令营可能要求不一样，然后我印象中考古是当时是你可以拿到那个自主招生考试的资格。然后我当时是参加了考古夏令营，当时参加夏令营，一方面是抱有这个选考的这样的一个思路，另外一方面我是觉得这玩意儿真好玩，还挺有意思的，可以出去玩一圈，因为别的夏令营都是坐在学校听讲座。当时这个夏令营让我也觉得考古这学科还挺有意思的，就挺好玩的学科。我当时还拿到自主招生资格了，但是那个自主招生考试实在太难了，我就没过，那个考试就把挂了。但是我高考分就够了，就既然高考分够了，我就能选专业了嘛，就还是自己主动选的考古，纯粹是为了喜欢。所以说高考能考进北大的，你其实上请了多少家教之类的有关系吗？你觉得？我在我还是理科生的时候请了很多家教，理科是有关系的，但是我理科学的太差了，所以我就学文科了，然后就文科之后没请家教。然后我当时是文科生嘛，所以我进是考古学，然后反正当时就进去上了1周吧，听了这听了那，就听他导入那个第1节课，听完之后我觉得好像这个考古有点无聊，也不是无聊，不是说无聊，也不是我觉得考古无聊，我是觉得古建更有意思，然后我就跟教务说了，我就说我能不能转古建。然后结果领导们就非常说，可以啊，然后我就转了。领导可能想是，反正出来都找不到工作，随便吧。哎，这可不能乱说，大家都有光明的前途，每个人的工作都非常非常的让人羡慕。逐渐在过程中有没有会想到，完了好像入坑了，这玩意儿找不到工作之类的？我当时没有这个想法，就是我不是说绝对找不到工作，是因为我当时上了本科之后，我当时还想继续。也不能叫做学术，反正当时还是可能对学术抱有一丝幻想，就是还是想继续做考古。我当时还是想继续再学一学古建的，还是想继续再做一做这方面的。然后以及当时也接触了一些实际的项目，一些测绘啊，一些什么项目，当时觉得还真是挺有意思的。苦是苦了点吧，但是还挺有意思的。多苦呢？具体就是还行，就是在工地可能要住工地，就是比如说一些发掘工地，你可能要在工地住一住。然后这个工地具体的条件吧，那就是非常的随机跟盲盒，你可以住到非常 fancy 的工地，你也可以住到非常烂的工地。跟你本科的那些同学还有联系吗？有。他们一般都是在从事哪方面的工作？专业相关的会比较多，去一些地方的各个层级的文物单位、考古单位，然后或者去一些规划员、设计员都有。什么时候萌发了来日本？是临时起意的呢，或者说早有预谋那种？可能比较早吧。多早呀？上大学的时候，我上大学的时候就开始学第2个外语。大几？大1、大2吧。一开始就闲着学个语言应该没什么坏处，然后就学着好像这语言也学下来了。既然语言学下来，那就留个学吧。世界上语言这么多呢，怎么就偏偏选了日语？是自学的还是？我当时主要是自学吧，然后有段时间学不动了，稍微报了一点点课，但是主要还是自学，就是闲鱼买点那种几块钱的网课，盗版网课。那你从零基础到 N1，你大概花了多久啊？大1学的，大3考了，应该2年吧。就靠着闲鱼的那几块钱资料。对，感谢闲鱼。这样做不好，而且还不是脱产学，就业余时间学一下。对，大1想好了要出国。对，然后也想好了日本。没有那么明确的规划，就有点像那种大1的时候，可能那时候还比较有劲儿吧，体力比较好，精力比较好，就想说那再学点什么或者再干点什么，那就学个外语，然后学了外语，那就既然外语学下来了，那就可以去留个学。然后16年入的学，20年毕业，对，去留个学，留就之后留到东大来了。
对，我们知道2020年是新冠的元年嘛，你们应该是春季中国应该是5、6月毕业差不多。就那个时候想再去留学，有没有说是工作比较难找的因素？因为那个黑天鹅，所有企业也好，单位也好，都停止。我真是没想过那么远，就没想过，我没想过那么复杂啊。因为我总是觉得找工作这事儿，我现在既然不再找工作，那我就没必要太考虑这件事情。等到我真是想找工作的时候，我再看我当下的情况。我就是如此目光短浅。所以毕业了以后就直接就申请东大了，反正就是卡那个申请时间，但是我中间应该歇了有大半年，入学时间不是不一样吗？啊，就可以选对，因为是4月份入学，你可以选10月入学还是4月入学啊？很不幸遭遇了新冠的情况，所以我这样就拖到了4月入学。来了东大也是同一个专业，对，还是学古建，跟北大有什么差别？首先第一个，我在北大是念的是本科，我没有在北大念过硕士，然后我在东大这边是念的修士嘛，所以也不是本科，就是本身这2个阶段的学生情况，就本身你学习内容和你的这个状态也不是很一样，不是同一个时间段的这个对比可能会有非常大的差距。但是我个人觉得，我个人体验上来说吧，可能在东大这边的这个研究生，我只能说学术层面啊，就是在学术层面上来说，相对来说它可能更加突出学生的研究的自主性。就是国内比较常见的那种情况，就是你的选题、你的材料、你的资料可能得到老师很大的帮助，然后包括老师也可能给你很多很直接的指导。但是我觉得东大这边相对来说，老师会更加鼓励你去自己找一些题目，自己做一些材料收集。就他对于学生的这个研究干预可能，或者说对于研究的这个直接的这种指导可能会比较少。就所以可以看到，就是相对来说，在东大做研究的话，可能就会比较自由，当然这个自由就更加能够感觉到自己是不是适合做学术研究。像国内的话，它可能会给一种错觉，就是你会把老师给你的帮助误以为是自己的研究能力，然后你会觉得好像我也可以做学术。但是等到来到东大之后，我就明显的感觉到你的研究彻底就是完全的独立的时候，你自己做研究的时候，你的这个心情或者你的这个能力才能真正的得到暴露。你觉得你自己被暴露了吗？对啊，我当时就是来到这边之后，自己做了研究，发现真不行。自己做研究是又辛苦又累又疲惫，做学术可能没有我想的那么能出成果，就我可能高估了自己的学术能力。纯个人视角，站在一个学术混子上，我是一个学术混子，然后我现在也不干学术，估计这场采访做完，我可能也再回不去做学术。肯定有人非常优秀，非常强，包括我身边我的朋友，然后我认识的一些我们同级的同学们，他们真的有非常强的独立研究能力，他们有非常强的自律能力，他们有非常强的论文写作能力，他们太厉害了。但是我不是。OK， 免责声明说完了。免责声明说完了。国内比较常见的一个就是，比如说导师这边可能会有很多项目，就我只是以毕业论文这一点来说吧。那国内的时候，你在做毕业论文选题的时候，老师可能在听完你的想法之后，他可能会给你一个可行性的指导。比如他可能觉得你这想法太异想天开了，肯定写不出来。然后并且老师会这时候主动的施以援手，对吧？我这边刚好有一个什么项目，测绘项目，你把这个测绘项目做完，你可以顺接着写一篇跟这个项目有关的论文，就能达到毕业论文的水准。这是国内老师比较常见的操作。然后你会发现很多同学大家也会欣然接受，对吧？有老师的指导当然是最好的。然后包括有这样的一个项目数据支撑，当然也是最好的。那就美美的就这样写论文，这个比较。可能不能说常见吧，但是可能我觉得至少有一半，我看到的是大概有一半左右的这个比例。但是日本这边的话呢，你在做毕业论文选题的时候，老师是真的不会给你任何项目，就是完全开放式，就是你必须得自己想一个选题。这个选题下你要做的资料收集、资料分析，你要自己做的一些数据采集，就从研究方法到研究内容，到最后的研究结论，到研究过程整个，老师就会站在一旁，然后听你的阶段性汇报，然后给你提意见。当然他也会说你这个题目可能做不了。但是他不会说是如果你现在这个题目做不了，那我给你一个题目吧，他不会这样。这2个差别是我体会到最大的一个区别。一个北大，一个东大，都是学的文科专业。张雪峰说过一个很招骂的一个话，说文科就是跪舔。对，在大陆的很多人来说，因为你是出国了嘛，他们其实上就业的方面是特别焦虑，尤其是文科的。你怎么看这个事儿？这个我觉得是这样吧。首先我不是很喜欢他的这个说法就首先话挺难听。就是文科有没有用，你是跟他就业直接挂钩，对吧？那就是也就是说，你对于有用的定义是不能对就业产生影响或者说产生帮助的专业即为没用，这是定义，对吧？那所以你只要改善就业就行了，对吧？
按道理来说这样就可以解决，你为什么要怪文科？难道不应该怪就业市场不好吗？这是第一点。然后第二点，我觉得就看你读大学的目的了吧。每个人跟每个人的条件不一样，情况不一样，需求不一样。你如果抱着好就业，或者说你为了将来自己找到一个好工作，那太难讲了。因为我觉得就是你的目标人群，就是你这番话到底说给谁听的？这是他首先这是他的一个盈利模式吧，他可能必须要这样说来给自己去来制造一些订单。但是我个人的看法是这样子的，就是如果你是为了赚钱，你甚至都不是为了工作去工作的吧，你是为了赚钱去工作的，对吧？工作是能赚钱了，但是也有很多别的赚钱的路子，对不对？就是所以说，如果你的目标是为了赚钱，那上大学跟赚钱这件事情本身就不是直接挂钩的。你首先还是应该考虑说从哪儿弄钱，对吧？那你只要能在合法合规的范围内，你能弄到钱，你上不上学这事儿本来就无所谓。只不过上学这像是一个路径依赖，就是像更多的大家会觉得啊，你上一个大学拿一个工作就是最稳定的赚钱方式。这就看你，对吧？你如果愿意信这条路呢，你就走这条路；如果你不信这条路，你觉得我怎么都能赚到钱，你就去赚钱就完了。没有非要必要就是把大学就业挂上钩，这只是大家世俗的一个认证的方法。但是我也没见过几个人是真靠打工富起来的。我个人的看法是这样子，就是如果你的焦虑在于你没有钱，你就去把这个注意力弄到想办法去弄点钱来。你有资源你用资源，你有门路你弄门路，你有这个别的生意头脑你去做生意。如果你觉得你是读书的料，你去读书。普罗大众人民群众没有什么后台，也没有什么靠山，然后他这个抗风险能力很弱的这些经济家庭，他们可能觉得这条路会比较稳健。但是我确实也觉得，如果你走这条路，你不要抱太大希望，就是你能赚很大的钱，因为这个最多给你积累一点工作经验，可能最后真正变现的可能还是靠别的东西。不要抱着希望，就是我通过念这样的一个专业，然后念上4年学到一个成果，我就能快速找一个企业把这个我读的这个东西都能立马变现。4年之后行业翻天覆地的变化，当前的热门行业可能4年之后就不行了。然后包括4年之后可以看到很多人念研究生也是因为焦虑，就是觉得自己本科学历找不到工作，念个研究生才能更好的找工作，巴拉巴拉巴拉。可能数据上来看是这样子的，如果站在纯个体的角度，也有可能就是4年找不到工作，你只是想再耗2年，对吧？就跟很多大家说的拿到永驻我就要怎么样，但实际上只是为了想再拖2年，我现在不想想这个问题。就是不知道干嘛，我再读2年书，我再读2年书，就是我先埋在我的象牙塔里，我不要去面对社会。但是你会发现，当真正的大流浪里钟声敲响，对吧？死线终于来到，你必须得找工作的时候，那也就那样了，对吧？你找得到你就找得到，找不到你就找不到，但是你也能活下去，你也能赚钱，人生就是这样有波动的嘛，对吧？那你就当你现在是低谷期就好了呀，下一个你再积极努力找风口啊。好，那今天我们最后一个问题哈，日本吸引你住在这边最大的理由是什么？最大的理由是相对来说比较安静和干净。我住的地方比较偏远，然后就没有那种，现在可能我个人感觉可能市中心也没有那么安静，就是一些热闹的地方可能没有那么安静和干净，但是整体上来说相对来说比较安静和干净，我觉得这一点还挺不错的。然后离中国比较近，离中国比较近，可以方便回国啊。相比田先生的随性，同样来自东大的露露却对自己人生的每一步都规划得无比精细。让我们接着看从澳洲到日本的东大博士在读生露露的故事。